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就台湾问题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引发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董军正告台独，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台独分子就是螳臂当车、自欺欺人。这种行为造成的结果，就只能是加速灭亡。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台海风云录》今天继续对话台湾地区前民代、岛内名嘴郭正亮。他表示，大陆近期一系列惩戒台独的举措坚决有力，赖清德不要错判形势。就赖清德实在是，我觉得他对国际大事啊，对两岸的情势，以及大陆可能反制的筹码，他理解的太浅了啦。所以你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判断。赖清德在520演说这份台独自白中，继续鼓吹所谓世界民主链的亮点、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妄图用所谓自由民主打开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的天窗。然而，1周后的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直接打脸民进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民进党当局已经连续第8年没有收到大会邀请函。郭正亮认为，赖清德寄希望与美国、日本所谓力挺，但现实是，一旦涉及中国红线，美日等外部势力也会有所收敛。美国，我认为还是战略性模糊啦，就是坦白说了，他在玩你啦，他在玩政治啦。像布林肯讲什么，我们支持台湾加入 WHO 到最后一刻，结果到最后没有提案啊。台湾真的不要太天真啦，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美国是力挺你到哪里。如果像这样的政治的现实你都看不到啊，那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跟着你去搞盲目乐观的浪漫游戏了，这太可怕了吧。对于赖清德猖狂的挑衅言论，大陆多部门迅速反应。除了解放军以雷霆之势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外，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祭出反制举措。5月31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自6月15号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134个税目进口产品，终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定税率。郭正亮认为，台湾方面采取歧视性贸易限制在先，大陆相关举措合理合法，反倒是赖清德当局应该反省，释出善意。你台湾很多东西是对全世界开放，那为什么唯独对中国大陆没开放啊？那这个项目据我了解是高达2500项，所以台湾并不是没有处理的空间，可是从去年12月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啊。所以当然也包括就职演说了，我同意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啦啊。可是也许如果就职演说氛围好一点，那双方会用协商处理。那目前看起来就没有办法协商嘛，所以大陆的商务部就又直接出手了，就是这样。郭正亮认为，台湾经济高度依赖 ECFA， 依赖大陆市场。赖清德口口声声宣称视民如亲，实际上根本不顾及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利益。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大挑战。我觉得赖清德真的是看得太简单了啦，就说台湾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危机这么严重啊，然后外部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外资的一些的恐慌啦，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首先一定要稳住两岸关系嘛，你怎么可以在你一就职就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呢？事实上，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只获得了岛内40%民众的支持，在立法机构内部，民进党也没有获得多数席次，足以证明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充满质疑。因为赖清德你只有40啊，那你又很固执，所以你肯定未来一定会跟立法机构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啦，这几乎可以预期啦。尤其人家还要去做那么多的弊案调查，谁叫蔡英文丢了一个烂坑给你？以前通通都被压住啊，对不对？如果一句话来说，就是蔡英文是台湾有史以来运气最好的啦，那赖清德就是运气最差的啦，两个人刚好是天壤之别。郭正亮向深圳卫视表示，赖清德520演讲为两岸交流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但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民意不会被改变。我都是就职演说前去的啦，那时候我就感受到
大陆真的希望两岸能够交流，大家稳住局面，先把经济搞好吧，那个氛围蛮明显的啊。那可是520之后就，我认为氛围就不是这样了。那当然，他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民间交流了啊。这个政策是没有变的。特朗普被控罪后首次接受电视采访，称自己愿意入狱，但是公众很难接受。您对此如何看呢？特朗普会坐牢吗？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次特朗普的回应哈，他愿意入狱是一层意思，但是公众很难接受是第二层意思。为什么说特朗普这一次的反应是这么的冷静、沉稳和理智呢？实际上他的团队啊，应该早就做了一个预案，知道他大概率呢是会被判处有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巩固他自己的基本盘，也就是支持他的这些粉丝。第二个事情呢，是要表现出来他非常的成熟、理智，然后呢，具有治理这个国家的能力。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极度的愤怒、发火、失控，或者是惊慌失措，而是很冷静。这种冷静呢，实际上是向一些中间的选民传达一个信息，这就是一次政治诡计，这就是一次所谓的 witch hunting， 对他的一种政治迫害。那么特朗普知道这件事情谁是背后的推动者，他也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应对。他给中间派的选民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他告诉这些选民，你们不会愿意看到一个国家的前总统被判处有罪的。他向这些中间派的选民发出的这个信号呢，就是我即使受到了政治迫害，我也可以非常冷静地处理和应对这件事情。而且在历史上呢，美国是不乏道德上有瑕疵的前总统的，比如说尼克松，比如说里根，还有最近的这个克林顿他的这个莱温斯基案。美国民众对于总统的个人道德标准没有那么高的期待，他们期待的是一个有治理国家能力的人，能够带领美国走出经济的困境，而不是说要一个道德上非常完美、没有瑕疵的总统候选人。所以他现在的这种表现呢，反而对于那些这个中间派的选民呢，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特朗普被控罪后，对他的政治捐款暴涨。他在 TikTok 开号2天，吸粉340万。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何特朗普的吸粉能力远远高于拜登？正像我们所说的特朗普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会一改往常扭捏的姿态，开始拥抱 TikTok 呢？他过去之所以不拥抱 TikTok， 是因为 TikTok 有2层因素让他不想拥抱。第一个，特朗普在任的时候他就想去封禁 TikTok， 而且他颁布了相关的行政令，只是没有做成这件事情而已。所以特朗普他从他的政治家的这个本来的意图来看的话，他是不希望TikTok 能够摆脱这样一种封禁的命运的。第二个呢，特朗普他自己还孕育了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叫 Truth Social， 叫真相，对吧？他自己本来是想扶植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所以他拒不在其他的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这2个原因就是都是让特朗普其实非常不情愿在 TikTok 上面这个注册。但是现在呢，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斗争呢，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阶段了。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个被定罪的一位前总统和现任的总统候选人，他再不出底牌的话他很有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就会被这个拜登为代表的建制派给斗下去。所以特朗普现在是不得不出这张底牌了。特朗普之所以有底气去拥抱 TikTok， 是因为他知道所谓的 TikTok 的涉及窥探美国的公民的隐私，然后侵害美国的人的这个数据安全，这本来就是一些这个政治上的污名。
实际上呢，特朗普自己又是一个自带流量的这样一个网红的体制哈，他过去在推特上就有8000万的粉丝，所以他对于社交媒体这样一个舆论场，他是非常有自信的。所以他敢把 TikTok 作为他的一张王牌藏到最后，不得已他非得出这张王牌的时候，他是有信心在 TikTok 上面能够表现得比拜登更好，能够吸引 TikTok 上面1.5亿计的这个年轻的粉丝，把他们转化成为相应的选票。